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哥。我们有做过很多内容讨论，为什么蒋公最后的反攻大陆会失败，导致至今14万万的同胞们还在中共的暴政之下，到今天都还不能翻身。虽然我们常常会拿现在各政党的所作所为开玩笑的说，蒋公的棺材板快压不住了，但这句话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历史遗憾，那个没能完成的光复大陆。当年国光计划所面对的局势，跟今天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但假如蒋公还在世的话，而且我们所有的科技发展都以今天去计算的话，那他会选择怎么反攻大陆呢？会继续靠传统的滩头登陆吗？还是会用无人机打前锋、AI 兵棋推演呢？他会训练一批像黑熊学院拥有强烈意识的民防组织吗？还是直接开直播打资讯战？反攻的不再是土地，而是灾区的人心呢？他又会怎么面对现在这个擅长维稳、封网、洗脑，还能随时随地掐掉你网路的中共呢？还会不会也在研究到底 TikTok 要怎么打进墙内，还是搞一套自由中国 VPN 全民大撒网，让14亿同胞每天都能看到世界的真相呢？今天我们就用蒋公的视角来假设，蒋公在世的话，他会怎么反攻大陆？工商服务时间，常常有人问阿牛哥背景的那幅地图，这个地图不只是阿牛哥梦想中的中华民国疆域全图，更是14万万中华儿女心目中的中华民国应该要有的样子啊！我们以光复中华民国为目标，用国民革命的三民主义去进行光复民国、再造共和的使命。我们有推出了地图海报、地图挂布、地图抱枕、中华民国国旗钥匙圈的商品组合，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一起带走只要1911，而且现在2个平台上只要满699就可以免运喽，还不快手刀买起来！当年我们的蒋委员长碍于当时的军事科技战略，认为反攻必须从东南沿海突破，尤其看重福建、广东一带的滩头堡，视厦门为登陆的首选。他还期望能趁大陆内部动乱的机会，趁机由东南沿海抢滩上路，里应外合，一举成功。也确实在后面的大跃进跟文革也都有策动反攻的相关举措，但却因为种种的因素始终没有行动，让灾区至今还承受马列主义的荼毒。虽然经过日积月累的发展，现在的解放军虽然内部有问题，但今天的战场环境也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解放军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装备落后、后勤吃紧的部队了。过去毛匪折中时代，为了防范蒋委员长的反攻，对东南沿海的布防是一年比一年更加强。这个当年蒋委员长心目中的反攻前线，如今已经是解放军重兵屯驻、防御体系极为紧密的战区了。严密的雷达网、精准的暗防导弹、无人机侦察跟打击能力，以及可以在几小时里面把数万兵力投送到任何热点的高速铁路网，都让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登陆作战成为风险极高，根本是把人送去当炮灰，只能是以卵击石的战术。假如蒋委员长今天还在，并将以他深邃的战略洞察力，把传统思维跟现代科技融为一体，调整反攻的定义，它将不再是单纯的登陆作战。面对一个极度一体化、高度资讯化的现代国家机器，单纯的占领土地已经不再是达成目的的唯一途径了，也不是 CP 值最高的想象。所以它势必会把反攻的定义从有形的地理占领转型成无形的节点打击，从实体作战拓展到多维作战。首先从锁定物理抢滩、抢占滩头堡，转向锁定中共政权它的核心命脉节点。这些节点可能是军事指挥链、关键基础设施、经济命脉，甚至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还有社会稳定的脆弱节点。其次，从依赖大规模陆海空的正面对决，转向融合精准远程打击、网络战、电子战、认知战跟特种作战等非对称资讯化超限战手段。最后则是从追求短期的军事胜利跟土地占领，转向追求长期深层次的瓦解敌人战争潜力跟动摇他们统治基础。在这个时代要做到反攻，精髓在于让敌人无法作战、无力统治、无心抵抗。这场新时代的节点作战，目的是直击中共体制的要害，让他们从内部开始瓦解，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具体步骤会是怎么样呢？喜欢三国的朋友都知道，古代战役的成败关键通常都是粮草，而在现代战争里面，相信蒋委员长的第一步应该是从网络下手。
为什么蒋委员长会选网络作为他首要的打击目标呢？因为中共目前对内的各项机制高度依赖网络数位系统，无论是军事、维稳、舆论，甚至是金融体系，都高度的仰赖网络。中共军方现在正积极迈向智能化战争。中共军队现代化的核心就是他们对一套叫做 C4ISR 的超级系统的投入。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复杂，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军队的中枢神经跟眼睛，它包含了指挥、控制、通讯、电脑、情报、监视、侦查这几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让军队的大脑能看清战场，发出命令，并且让手脚能精准执行。想象一下，传统打仗就像是在玩瞎子摸象，每个部队只能看到自己周围的一小块地方。但有了 C4ISR， 就像是所有人都戴上了高科技眼镜，并且能够把看到的东西及时分享给其他人，甚至还能直接连线到指挥官的大脑。这样一来，军队就能够像一个整体一样，反应更快，协同作战能力更强。另外，刚刚也提到了维稳体系，为了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掌控，中共近年来投入巨资，发展了一系列高科技维稳手段，这些都离不开网络的支持。比如说天网工程，它是遍布全国的高解析度监控摄影机网络，结合人脸辨识技术，它能追踪个人的行踪，甚至判断你的情绪或是行为模式。在这个基础之上的雪亮工程，更强调全民参与。它的目标是把监控画面不只是传到公安局，还能下放到社区跟民众的家里。这样一来，连普通居民也能像守望相助一样，帮忙监控周围的环境。这不只是扩大了监控范围，也无形中鼓励了大家互相监督。最后还要再连接上公安云平台跟大数据中心，这些是维稳体系的大脑，他们聚集了来自天网、雪亮工程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海量个人资料。透过大数据分析，他们能够预测可能的不稳定因素，例如哪些人可能参与抗议，哪些区域可能会发生群体事件。这就像是一个能提前预警的数位算命师，能让匪当局提早介入跟预警。除了线下的监控，中共在网络舆论的维持上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从各种社群软体的审查机制，任何被认为敏感、有害或违反规定的内容，都会限流立即删除，有可能导致账号被封锁，甚至还有可能会被请去跟公安喝茶。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忘记我们频道的好朋友，就是那群辛辛苦苦在我们频道累积积分的网络评论员们。虽然他们目前是网评员的身份，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在大陆的时候，应该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的同志啊，现在只是暂时性的被匪共给抓住了。希望大家也能够善待他们，他们出来以后又会是我们的好朋友。最后也是小粉红们最近这几年来一直大吹特吹的行动支付，出门都不用带现金，好方便，但却发现钱都在银行领不出来。这些中共引以为傲的发展，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网络之上。你可以把网络想象成一条条看不见的资讯高速公路，也是维持目前中共各项机能的重要血管。但如果这些血管被堵死，甚至被炸断，那又会怎么样呢？无论是物理性的，又或是透过骇客技术达成目标，只要网络成功被瘫痪，那势必会造成中共的重大损失。所以相信蒋委员长如果还在世，第一步一定会选择网络作为反攻的第一个号角。那如果网络被成功截断以后，委员长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所谓三军未发，粮草先行，我们当然也要点一点草料。随着这几年中共不断的在加大原油跟粮食库存，以及大量抛售资源换黄金的种种行径，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中共在战争时的重中之重。中共每年超过70%的原油仰赖进口，虽然具备几周的战略储备，但他们在海上的进口线路高度集中，一旦马六甲海峡或是最近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遭受封锁或是动荡的话，就会对他们的整体供应体系造成了致命的冲击。截至2025年3月，中共拥有的地面战略跟商业原油的储量估计大概是401百万桶，另外他们还有大概130百万桶的地下储油能力，两者加总储存上限大概是530百万桶。
但目前只使用了约 60% 的容量，在短击应急方面具备一定的能力，但如果面对长期的战略冲突，其实储备还是明显不足的。沦陷区目前每天消耗的原油大概在14至1500万桶，其中约1100万桶依赖进口，需要的进口量高达70%。如果用14亿人口来估算，人均每天的石油需求大概是 0.001 桶。换句话说，灾区目前大概400到500百万桶的储备量，在完全没有进口的情况下，最多只能支撑30到35天的全国总体用油需求。这包含产业跟交通等整体社会用途。不过，考虑在战时的状况下，政府会优先供应军事以及关键设施的用油。因此，如果只计算民用跟基本经济维运需求，储存时间可能会延长到70到90天。对拥有14亿人口的灾区来说，目前的储备的水准还是相当紧张的。特别是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沿海的城市，他们每天的耗油量跟物流耗能非常高，将会是第一波受到冲击的地区。再来聊一下灾区的粮食备存。根据中共公开资料，还有外部的智库估计，灾区粮食的年需求总量大概在7亿吨以上，其中每人每年约消耗约500公斤。所以就账面上的数字而言，这些存粮可以支应灾区1年的粮食。不过，中共的粮食储备体系表面上是一个面向全国、涵盖所有行政区还有人群的战略应急结构，但它的实际运作却明显地展现出一种城镇优先、农村次之的制度倾向。首先，中共的粮食储备不是均匀分布的，中央储粮，也就是中储粮公司，还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所掌握的大宗粮食资源，基本都集中在战略重地，像是沿海港口、铁路交汇点、国防设施周边以及直辖市、省会等地。这些储备并不是静态的，而是透过配额跟应急调度系统，依据稳定社会秩序的优先顺序做分配。城市，特别是超一线跟省会级的城市，由于人口密度高、消费集中、媒体曝光率大，因此在灾变或封锁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的粮食资源支持往往是远超乡村的。相比之下，乡村地区虽然拥有一定比例的粮食自产率，特别是主产区，像是河南、黑龙江、四川等地，而这些农民会根据过去经验，往往都会存有几个月的家庭存粮。但这种自产自用的模式，一旦遭遇到天灾、区域封锁、物流瘫痪或是地方增粮行动，就没有办法保障它的稳定性。特别是在中央启动粮食紧急调度令的情况下，农村地区不只是难以成为接受方，反而常会被当成供应的来源，更有可能在压力之下被强制征收粮食，用来支援城市或部队。不要说不可能，你想想看，在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还有2021年的河南水灾后期，这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这边还是要帮灾胞们发声，其实打台湾对一般平民来说，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处。你想想看，一般老百姓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股市就崩盘了，还没开战，天灾就救不了了，更何况是开战呢？没有战争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韭菜，就算你倒下去了，把你扶起来，还是可以继续割。更现实的是，在过去几次区域性危机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共政府在应急配粮食的选择标准，北平、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几乎都能立即动用专车配送，甚至安排部队协助物资投放。而乡村地区则是往往只能依赖地方干部有限的应变能力，在资源分配上排在最后，甚至根本没有粮食发放的计划。从操作的逻辑来看，这不只是因为城市对外舆论敏感度很高，更是因为中共体制把维稳当成第一优先。而城市的骚乱往往会比乡村更快引起连锁反应，所以虽然中共声称国家储粮可以供应全民1年以上的需求，但如果从实际分配还有政治治理的角度来看，这套储备系统本质上是服务于城市的防乱机制。乡村居民虽然在账面上包含在储粮计划之中，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却常被挤压到补给系统的边缘，只能依赖自身小规模的存粮，还有非正式市场的流通能力。一旦这些非正式管道遭到破坏，乡村将会比城市更快陷入饥荒跟失序状况。
这种粮食政策的结构性偏差是中共治理模式的一个关键矛盾点，也是一旦陷入冲突或危机的时候最容易爆发社会的断裂点之一。所以相信如果蒋委员长在世的话，也会针对这一点主要去做打击。毕竟当初也是这招乡村包围城市，弄得有苦也说不清。那最后我们的伟人蒋公最有可能采取的是什么策略呢？阿牛哥觉得，如果蒋委员长还在世的话，一定会跟阿牛哥做一样的事，那就是政治反攻。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早就不是1949年那个内外交困刚成立的延安共产党了，它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经济实力全球第2的超级强权，而且高度集权。面对这样的对手，单纯靠军事力量去反攻，这已经不切实际了。蒋公如果在世的话，他一定会把政治反攻转变成一场更细腻、更长期的战役，从几个关键面向去着手。首先，他会精准打击中共政权他们合法叙事的根基。这么多年来，中共一直告诉人民，他们能够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经济发展就是他们统治的正当理由。但现在灾区面临人口老化、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还有房地产泡沫破裂等问题，这套说法已经开始瓦解了。蒋委员长势必会利用所有自由世界的传播平台，重建中华民国才是正统中国的历史正当性，不会再只是喊着反共口号治国，而是会把台湾塑造成一个华人社会中最接近法治、人权、文明跟创新典范的象征，以此来反衬中共的集权专制，透过广播、社群媒体、文化渗透跟线上教育，建构出一套中共体制不等于中国的论述，从而对14亿人民的认知结构发起长期而缓慢的松动战。再来，他会非常重视沦陷区里的非官方政治力量，特别是那些对现行体制失望却又找不到出路的中产阶级跟青年族群。他可能不会主动煽动革命，但一定会设法创造另一种中国的想象。他会透过影视、动漫、游戏、短影片、线上论坛等文化载体，巧妙地植入自由主义、公民意识跟民主参与的思想。政治不只是夺权，更是一场关于叙事主导权的战争。如果能够让生活在墙内的灾胞们开始怀疑现在政权的合理性，甚至渴望另一种治理方式，那么政权内部的信任链条就一定会开始瓦解。此外，也不能忽视国际战线的结盟跟战略部署。委员长会把中华民国重新包装成全球对抗威权主义的桥头堡，并善用全球华侨的网络、驻外代表处跟民主联盟，建立一套跨国的反共政治连线。与其强调反攻，他更会强调转型跟救赎，提出一个后共中国重建蓝图，主张当中共崩溃以后，应由中华民国来领导，成立一个法治、中立、分权的新中国政体。他也会积极向全球媒体以及学术界游说，将中国未来不应只有中共选项这一个命题，变成西方知识跟政策圈的主流共识。今天最大的战场是人民的认知跟情绪，蒋委员长应该不会亲自写文章到处宣讲，毕竟他的口音真的不是人人都能懂的。要为最好，要为当过。而是会培养成千上万的匿名意见领袖，渗透进墙内墙外的言论场。他们不会高喊空洞的口号，而是会从柴米油盐、打工困境、医疗崩溃、学区焦虑、环保污染、权贵剥夺这些贴近生活经验的问题切入，一点一滴侵蚀人民对政权的信任感，鼓励更多体制内清醒者出走、爆料、流亡，让中共自己在情报战还有舆论战里面不断出血。当人民开始怀疑，体制开始分裂，国际开始寻找替代选项，政治反攻就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现实。所以在现在，蒋委员长如果在世的话，他的反攻将不再是铁血，而是一次用文字、影像、演算法、文化、金融跟人心编织而成的系统性解构。他的目标不一定是踏上北平的天安门，而是让中共政权在人民的怀疑中自我崩溃。这样的反攻不见血，但致命。在历史的洪流里面，沉潜数十载的中华民国从来没有真正退出中国的命运之争，只是时代变了，反攻不再是枪炮的对撞，而是制度跟信念的长期对决。如果今天还有一位蒋中正，他所发动的不是登陆滩头的军事奇袭，而是一场从网络为起点，
能源到粮食，从资讯战到金融战，从城市治理到乡村民心的系统性反攻。这不只是攻入政权的城池，更是夺回人民的想象、信仰跟希望。在一个数位统治取代铁血统治的时代里面，反攻的真正战场早已经转移到人心了。当原油断裂、粮食调度失衡、支付网络瘫痪、城市陷入恐慌、乡村被孤立，当谣言再也无法掩盖真相，人民就会开始追问：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什么才是我们该拥有的生活？这时候，中华民国4个字就不再只是历史课本的一页，而是每一个渴望自由、安定跟尊严的中国人在心中浮现的答案。三民主义从来不是一纸空文，而是一套能让民族独立、民权发扬、民生安定的系统蓝图。今天的中国不缺工厂、科技跟 GDP， 但缺的是主权在民的精神，缺的是权能区分的制度，缺的是让人可以坦然呼吸的社会环境。蒋公如果还在世的话，他不会只是怀念故土，他还会用三民主义作为基石，建构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未来中国。光复民国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让未尽的共和之梦在今天的中国重新萌芽。这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也是一场信仰的试炼。而我们要做的不是等待奇迹降临，而是让每一个渴望自由的中国人都能在心中悄悄点燃那一句话：中华民国终将回来。国民革命的政治志士虽千磨百折，但绝不终止。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我们先说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帮我们按下订阅，并分享出去。如果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或是按下超级感谢啊。另外，我们第1期群已经开放了，欢迎大家一起进来聊天就是了。我是学习笔记，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